大家好，我最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最近在看关于光流的一个就是机器学习，不管是监督或者是非监督式的学习，然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首先介绍一下光流是什么东西。光流呢就是给你两张连续的图片，比如说这样子，这个是 Cityscapes 里面的连续的两帧图片。第一帧是这一帧，第二帧是这一帧。那光流的话呢，就是要预测说，在这两帧之间呢，每一个像素它移动的方向是移动到哪个地方。比如说背景的话呢，因为它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光流是0，这个没有问题。那在前面的这些人，比如说这个人好了，他是往右走，所以比如说在他的这个手的这些像素的话呢，就会往右移动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些人呢，他是往左走，所以比如说这个人的包包呢，它的这个像素呢，就会往左移动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光流呢，就是要预测说每个像素它移动的方向在哪里，然后移动的距离是多少。好，那我这边就是 clone 了一个 Kitty 上面这个 Optical Flow。这边算是比较好排名比较好的一个人的，就是这个 HD3 Flow， 这个 code 点进来就可以 clone， 它这个是 CVPR 2019的。不过今天不是要来讲它的内容，我只是要借用它的结果来告诉大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好，那这个 clone 下来之后呢，我自己写了一个 notebook， 就是可以给你两张连续的图片，然后就输出它的这个光流的结果。那我这边使用的是，我先使用的是 Kitty 的 raw data， 因为它这个模型也是在 Kitty 的 raw data 上面进行训练的。它是用监督式学习，就是它有真值的这个光流，然后来把它做一个训练。那我这边首先是测试一下，就是当我车子不动的时候，只有这个背景的车子在动的时候，它的预测结果。好，那我们让大家看一下结果。这边的话呢，就是这连续的两帧。好，我们可以看到说，它预测出来的结果是这个车是红色的，这一台车也是红色。那红色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这个 Optical Flow Color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圆圈圈。那这个圆圈圈呢，代表的就是这个光流的方向。比如说往右走的话呢，这个光流是偏红色的，那红色的话是往右下方。那如果是往左走的话呢，这个光流的颜色会偏向就是蓝绿色。那蓝色是往这个左上方，然后绿色是往左下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它预测是这个车是红色的，所以呢红色就代表它是往右走。那这台车也是红色的。那实际的结果也是，就是它这台车是往右走，所以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第二帧代表的是这个 backward flow， 因为光流的话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从第0帧到第1帧，那这个车子是往右边没错。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反过来说，我想求第1帧到第0帧的这个像素的移动。那这样反过来的话，就是车子会往左开这样子。所以这个是 backward flow。那 backward flow 的话呢，就是这台车是蓝色的，也就是它向左了，所以这个结果也是没有问题。好，那有这些光流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根据这个光流的方向来重建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图像。例如说呢，我现在这边给出大家一个就是重建的结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预测深度的时候，我们有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是我可以以这个预测的深度呢来做一个 image warping， 就是把第2帧的结果呢，根据这个深度推测结果还原成第一帧的那个图像。那光流的话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是就是知道两个像素之间它的对应关系。好，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从第1帧重建第2帧，这个1到2的意思是我使用这个第1帧的结果以及这个 backward flow，
也就是这个 flow 的结果呢，我可以重建出第二帧。那是怎么办到的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flow， 我们是用第二帧的这个 flow， 我们知道每一帧第二帧它这个 flow 这台车子它是往左开，所以如果我要重建第二帧的这个图片的话呢，我就把原本第一帧的这个像素通通都往右移就可以了，就是把这边的像素呢根据这里的 flow 呢往右移，那这个 flow 呢这边这个像素呢根据这里的 flow 呢往右移，那这样之后就可以得到我第二帧的图片。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一台车往右移，但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我把这台车往右移之后，这个地方它会停留在原地。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说在第二帧的地方这边没有任何的东西，这边没有任何的东西代表是说这边的这个 flow 是0，所以当你在重建的时候，它这边的像素并不会做任何的移动，所以它还是保持原样，就是它这边呢就不会做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这边会有出现这个车子的尾部，那其他的地方一样是往右移。那这个现象呢，就是在学习，就是机器学习里面，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光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样子会导致我们的这个 loss 呢计算的不好，因为它计算 loss 的话，实际上就是以你重建出来的这一帧以及真正的第二帧之间的两个图像之间的这个图片的这个差距来当做它的 loss， 所以如果你有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这个 loss 就会变得非常的大，因为就是这边的图像跟这边的图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子会对这个训练带来不好的影响。那同样的，我们这个第二帧返回第一帧的话也是一样，我们是由这一帧呢，第二帧根据第一帧的光流把它做一个 warping， 所以这边的话它会通通往左移，但是车头的地方呢，因为在第一帧里面这边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光流是0，所以这边的话呢，车头并不会做任何的移动，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没有办法完全重现第一帧。那这个现象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occlusion， 就是遮挡，就是遮挡的意思。因为呢，这边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呢，这边第一帧的话，它这边没有任何东西，但是第二帧的话呢，这边的部分呢被它这个车头遮挡了。那有这个遮挡的现象的话呢，就会出现这种 artifact， 就是有一些就是残像的一个出现，那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那我发现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深度推测的结果来做一个遮挡的预测，因为很简单嘛，遮挡的话就是代表说有一个物体呢，它比如说这边现在是看得到，但它下一帧就看不到了，也就是说它下一帧的这个 disparity 呢，这边的 disparity 就会比这边来的这个大， disparity 大就代表距离比较近的意思。所以如果这个距离变得比较近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边有一个遮挡的现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遮挡的地方呢，用原本第一帧的这个图像来做取代，而不是由这个第二帧让它不动在那个地方。那这边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实验，那我一样透过这原本的第一帧跟这个第二帧，那我先做一个 disparity 的预测，那是用这个的结果，那预测出来是这样子，很好，它这个轮廓都完全的符合在这个车子上面。那接下来呢，我就计算这个 disparity， 这个1号跟2号它们之间的比例。因为我们说如果有遮挡的话，它这个深度的话就会比较近嘛，就是这里的话它的深度会比较近，也就是说它的 disparity 会比较大。那我计算了一个这个结果，就是1号的这个除以2号的这个。那如果深度是一样的话呢，这个应该会接近1。那接近1的结果就是这个深蓝色的地方。大部分的像素这个深度都是非常接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呢，它的深度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首先这就是这个比较亮的地方，亮的地方说代表说这个值比较大，那就代表说 disparity 1会大于这个 disparity 2，
也就是代表说在第一帧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深度比第二帧的这个地方的深度还要来得近。也就是说第一帧的这个地方遮挡了第二帧的这个地方。那相反的，如果这个值是小于1的话，也就是这边比较深的一个蓝色，还有这边一个比较深的蓝色的地方，就是反过来说第二帧的这个 disparity 比较大，也就是说第二帧的这个地方呢遮挡了第一帧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遮挡的这个 mask 来判断说我们要如何做这个 inverse warping。也就是说我们在 warp 的时候呢，如果它这个地方被遮挡了，那我们就不要用，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用第二帧的这个图片，我们就采用第一帧的图片。所以结果就是说这边的这个多出来的车头呢，它会变成是第一帧的这个地方的图像，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头去掉，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做出来的成果。那我测试了2个 mask 啦，一开始我就是直接设一个这个 hard mask， 如果这个 disparity 1除以 disparity 2小于 0.9， 也就是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如果这个值小于 0.9 我就采用 mask。 那后来我改成这个像是一个那个 sigmoid 一样，就是从0到1，但是它是一个可微的函数。我如果用这个可微的函数的话呢，结果是差不多的，让大家看一下。那这个 mask 的结果是大概像这样子，也就是说我这一个车头的地方我会使用第一帧的照片，那这个比较亮的地方我也是都使用第一帧的照片。那其他的地方呢，我都采用这个 image 2返回 image 1的这个 warping， 也就是其他地方我都采用这一帧的图片，除了那个 mask 1的地方我采用这一帧的图片以外。那结果呢大概是长这样子。我如果加上这个 mask 之后呢，原本是长这样子，但是融合这个 mask 以后，我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多出来的车头被我用刚才那个 mask 的方法去掉了。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会有一些残留下来的结果，就是这有一个就是很模糊的一个车轮，那这是应该是没有办法去除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说你在第二帧的这边的深度跟第一帧的这个深度是差不多，因为就是跟地面接触的地方你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一边比较近嘛，到底是车子比较近还是路面比较近，这个是比较难判断的，所以它可能在跟地面的这个接触的地方会有一些残留的结果。但是在其他的部分的话，那就很明显的是车子的这个深度会比其他这些背景的深度还要来得近，所以这些近的地方遮挡物就会被去掉。 OK， 所以残留下来就是跟地面这个比较难判断谁深谁近的地方而已。好，那同样的我们这个是2到1的转换，那我们同样做一次1到2，那我这边的这个 mask 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也是用一个类似 sigmoid 的东西来计算它的 mask。所以最后残留下来的这一边的话，这个黄色的地方是会采用第二帧的图片，那其他剩下的部分会采用第一帧 warp 到第二帧的图片。那结果大概是这样子。原本第一帧用那个 optical flow， 这个是第二帧说错。原本第一帧用第二帧的 optical flow 的那个 warping 的话，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果，那这个车尾的部分会残留下来。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 disparity 的遮挡来判断说要留下哪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多出来的车尾去掉，因为车尾的这个 disparity 比较近，所以它就被去掉了。那同样的话，一样会有残留下来这个跟地面接触的地方，这个车轮，因为它的 disparity 不晓得哪边比较近，所以这个比较难会残留下来。那除此之外呢，可以看到这个1到2，如果我们加上这个 disparity 的 masking 的话，它就是可以几乎完全的还原出第二帧的照片。那我在想一个有趣的研究，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 disparity 这个东西是自监督学习，就是你只要给它连续的这个相片，它就可以自己学习这个东西。那如果我们利用这个的结果，这个 depth prediction 的结果，我们来
就是强化这个 optical flow 的这个 occlusion 范围的这个学习的话，说不定它的结果会更好。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学 occlusion 的方式，就是学哪些像素是被遮挡的，这个学习方式呢，大部分都是用 forward backward flow 来做forward backward 的 flow 来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你看一下这个原本这两帧的它的 optical flow， 比如说我这边这个，它这边的 optical flow 是往右，那在这边 optical flow 是往左。那如果它这个 flow 经过这个前进再加后退的话，它没有回到原本的地方的话，代表说那个地方被遮挡的可能性很大。他们通常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比如说出去之后再回来的这个像素，如果跟原本的像素距离差到比如说3个像素以上，他们就判断是这个 occlusion。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会产生一个 occlusion mask， 就跟刚才我做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他那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先有一个正确的 flow， 你才能正确的判断出这个 occlusion 的地方。但是呢，你要学这个正确的 flow 呢，你又要先知道正确的这个 occlusion mask 的地方，你才能学这个 optical flow。所以就变成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到底是你要先有一个鸡，还是你要先有一个蛋？就是你要学另外一个东西，你都要先把，比如说你要学数学，你要先把物理学好；你要学物理，你又要先把数学学好，就变成是一个两边都要先学好才能好的问题。这样子的话就很难进行一个学习。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depth 的方法来做一个 occlusion 的学习的话，那这个 task 呢就跟原本的 optical flow 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先学得很好之后，再来学 optical flow， 这样可能会是一个不知道，算是一个蛮崭新的一个想法吧。好，那今天的这个发现的讲解就讲到这边，就是利用这个 disparity 的方法判断出遮挡的区域，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完美的这个2到1或者1到2的还原，就是不会再出现这种 artifact 这样子。好啦，谢谢大家。